早晨6點鐘約咗阿偉同村長食早餐。呢度有一間經營咗3代嘅手工叉燒雲吞麵，阿偉話一定要試下。除咗熱騰騰嘅雲吞麵，村長仲特別打包咗一份香脆燒肉俾我哋。大約7點鐘嘅時候，我哋就到咗稻田區。由於前一晚落咗場大雨，所以整個稻田區都佈滿咗一層霧氣，感覺十分清爽。喺呢個時候，就會見到農民用緊大型嘅無人機嚟噴農藥。除咗用無人機，佢哋亦都仲有僱傭工人做人工噴藥。過後，村長就帶咗我哋去參觀一個田主嘅番石榴園。呢個果園係被一片稻田包圍住㗎，可能我哋比較少見。除咗生果，有啲田主亦都喺稻田嘅中央種植油棕。嚟到嘅時候，見到啲工人喺度包紮緊樹上嘅番石榴，園主仲送咗好幾粒番石榴俾我哋品嘗，口感爽脆，新鮮多汁。種果樹或者比禾種賺錢多啲啦。種禾其實好艱難賺錢咗。之後，我哋就返咗去村裏面感受下村民嘅日常生活。呢度有2間外形相似嘅建築物，一間係小販中心，而另一間就係巴剎。整個水閘新村人口大約有1000幾人。個早餐中心同埋個巴剎喺星期日早上時段都非常熱鬧。呢度除咗一般嘅麵食之外，仲有其他種族喺呢度經營早餐生意。呢度大部分嘅蔬果供應都係來自金馬崙，因為距離相近，所以每日有新鮮嘅蔬果嚟到水閘新村。阿偉同我講，呢位婆婆所販賣嘅各類農作物都係來自村民嘅捐贈，所得到嘅收益會作為婆婆嘅生活開支。過後，村長就帶咗我哋去嘗試一個住家式嘅河婆擂茶。嗰碗擂茶材料十足，味道正宗。水閘之所以點解叫水閘啊？控制呢個河巴嘅水源咯，控制呢個水源嗰隻官住喺呢一度咯，因為呢度係我哋當初嘅調集區嘛。跟住我控制嗰啲水，去排水啊，去入水啊，全部都會喺呢個地方咯。講我哋分水閘啊，我哋可以分入水幫埋排水噶嘛。跟住就可以分佢去邊粒墳巴，
我哋嘅巴叫做1號溝啊、2號溝咁咯。每一條溝都可以有離水、有排水，都可以有閘喺嗰度嘅。所以來咗呢度就叫做水閘新村咯。我們水閘是這個馬來西亞裡面第2個最大的華人稻田區，出產稻米啦。第1個是石崗站，第2個就是我們水閘新村。水閘區是100%的華人稻田區了。我們這裡總共有5050多英畝的稻田。因為以前民政府的時候啊，他會給我們爸爸一些稻田、一些高地來種植那個農作物。開闢之前呢就很辛苦的，要拿那個鋤頭去鋤啊，用手鋸回來，才慢慢的把那些柴啊燒乾淨了，才用鋤頭再慢慢移爛土地，慢慢的除平它來發展這個稻田區。我爸以前係在令窿住嘅，因為咧救濟共產黨。英政府就俾你坐個住，幫你燒屋，而你哋去愛大華。愛大華又係咁樣，跟住咧我爸佢哋跟住呢度嘅路爭就開闢呢度嘅發展巴，而我哋嗰度嗰啲人嚟呢度，你去中和就嚟水閘，你去葛時就去彭坑。我係響58年12月31號搬到呢度，然後就喺度做巴掌咯。當年我係21歲啫，水閘新村當年咧係新巴茅屋，而家新巴靚咗咯。因為我哋嗰度解散咗，咁樣就人哋講要耕巴嘛，就搬嚟呢度咯。耕巴插禾啊，做田巴啦，一年係做1幫工啫，唔係2幫啊。割咗禾就種雜糧啊。開始的時候種稻是找不到吃的，那麼就是很辛苦的，種稻是很辛苦的。那麼慢慢之後有了割稻機之後呢，那麼我們的稻田區就慢慢就比較好了，那收成就比較高。到現在為止，那麼我們的稻田就很成功了。我哋有水閘出世嘅，之前咧就係大家庭嚟嘅，一間屋咧就住幾家人嘅，阿叔阿姑啊，幾個阿叔，大家都一齊住嘅。咁咧就慢慢啦，分晒出去，變咗淨係我哋住啫。呢個就係阿偉嘅祖屋。當年佢哋有好多家人住埋一齊，呢個規模喺當年都可以算係一個大家庭。阿偉堂哥仲向我哋展示咗舊屋裏面嘅幾件陳年古董。同一條路上亦都有一間第2代嘅木板屋，最近仲申請到撥款換咗個屋頂。最後阿偉帶咗我哋去另一個親戚嗰度睇睇一間典型嘅村屋。屋裏頭有一口幾十年嘅水井，想當年係靠呢一口井養活咗2代人。1997年，我從太平就被派到這邊來教書了，在這邊教了13年了，在外面也教了20多年，然後我就回到水閘來退休了。觀音廟在1964年建起來的，64年這些村民因為地方上尤其是稻田啊，時常打雷啊，會傷到農民，所以他們村民就發起建一個觀音廟。那麼64年建了之後，在大概是67年就建了一個戲台。1989年我們就建禮堂，2018年我們就籌募這個冷氣禮堂，把禮堂改建為冷氣。我們這個廟已經有60多年歷史，每一年都有慶祝，尤其是在6月觀音誕的時候，都有做戲唱歌，每一年都做15天整誕。大部分我們這裡的99%的人呢，都是務農的。我今年72歲，我從事這個盆器新年的盆器的生意啦，已經43年了。
水下新村的人民呢，他們生活，在我看來啦，還是可以的。呢度除咗盤吉，喺離開新村大概2公里，有個養魚場，都係養殖緊鱸魚、金鳳同埋巴丁魚等等。由於呢個係野塘嘅關係，所以呢度都存在好多嘅生魚。塘主亦都非常歡迎相熟嘅釣友嚟將啲生魚釣走，以免影響其他魚種嘅生存機會。呢位熱心嘅釣友仲送咗2條生魚俾我哋作為午餐。除此之外，水閘新村亦都係牛蛙嘅主要養殖基地，村裏面都有好幾家。啲產品好多都係供應本地同外銷去新加坡。村長的職位就是幫助村民的一些問題咯，就是看新村啊，幫新村發展一點東西咯。新的村長也申請到200千的撥款，建造有一條新的溝渠，60年以才建造一條新的溝渠，排水道很美，已經現在開始下大水了，就不會把我們的學校淹上來，它水兩邊排走了，有剩的錢就把它做到水閘裏面進來了。在我來之後，我看到很多的發展了，尤其是稻田的改變。當時的稻田哦，是種稻是人工插了，現在不是了，全部機械化了。哦，這改變村民們的生活都比以前好了很多了。其實孩子的教育都提升了很多，這邊很多學生都已經在外面找到生活，尤其很多學生都是大學生啊。關於教育的方面啊，也是很好啊，建設什麼行政樓啊、圖書館啊，我們也有一個多媒體走廊、多媒體這個教學。當時來到這邊小學，學生人數是相當多啊，最高峰來到770多人了。然後在目前我所聽說是正在100多個了。我們水閘這邊有一間校友會的會所，在稻田區有建了一間3層樓的屋子，在那邊好像做民宿，也希望他們做得成功了，有一點帶來一點旅遊的景點樣子。當然咯，帶動旅遊景點，你會帶動那個經濟效益。我希望啦，如果是要發展成旅遊區的話，呼籲一下年輕人回來動下腦子，找一點生意啊！旅遊區的生意，想象不到都大了。好，歡迎年輕人回來。大學畢業過後，我就直接回到我們的那個甘榜這邊哦，因為我本身是比較喜歡大自然啊。也對農業是蠻有興趣，因為小時候就受父親的影響。農業接下來其實可以推廣一下那種休閒農業啊，我們叫做休閒產業這種類型哦，其實可以配合一些親子活動啊，推出一些 DIY 或者是體驗的活動。我們民宿就是有 cafe 咯，然後有4間套房。面對的困難其實要依靠地方的政府。看還有沒有一些做一些政策，還有幫我們推廣一下，這樣子。呢一座睇上嚟有少少殘舊嘅，係以前嘅水源局辦公室同埋宿舍，而家都被丟空咗好耐啦。新村班村委有個想法，就係想將佢復新，改為一間文化館，而可以將水閘新村嘅歷史背景，讓更加多人了解。其實我們水閘新村，它好在哪裡？有得玩，還有得吃，風景好啊，自然是很好啦。我切菜就呢一回橋噶啦，今日就30切菜。我這裡出事。你有幫忙開過吧嗎？那時候是我父親，你父親他們開吧啦。有做推銷校啊，我咪做推銷校啊，嗬，完全唔會要驚，唔驚雞。村民大家好親切咁樣啊，得閒出嚟傾下偈啊，咁樣啊，唔似大埔咯。大埔啲隔離屋都冇咩打招呼，我哋覺得好有人情味咯。水閘嘅人情味係好好。大家呢個朋友多，你就係啦。以前係故鄉好咪嚟講，水閘都係好多都好安樂嘅人嚟噶嘛。
人民要团结一点，要贡献给我们水闸新村，做到美美，村民赞就好了咯。新村靠完你们了，因为你们是年轻的一代，我建议你们先出去闯荡一下，去读大学，去外国深造，学更好的东西，把你们学到的知识、你们的专长带回来我们新村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每個新村都面對同樣嘅問題，人口老齡化，年輕人外流，少生育，漸漸地整個新村將會沒落，甚至乎消失。水閘新村係幸運㗎，雖然都面對一樣嘅問題，但佢哋有產業嘅承繼，可以一代一代咁延續落去。如果喜歡以上內容，記得 subscribe、like 同埋 share 出去。多謝觀賞。